据李静蕾发文，过了61个小时，王力宏终于道歉了。这次的他没有直呼李姐的日文名，没有试图反驳李姐的指控，没有再强调李姐是为了钱故意搞他，甚至许下了暂时退出工作，给静蕾1套房的承诺。仔细品一品，似乎还是在内涵我认错不代表我错，那是我不跟你计较。随着李姐那句不告了，战争画下句号。没关系，在过去的61个小时，某些自私、冷漠、懦弱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了。优质偶像的崩塌是从李静蕾语句通顺的9宫格开始的，但让王力宏距离退圈更进一步，还得感谢王爸爸、第三者和本人的共同努力。李静蕾发文后，第一个出场的竟是王爸爸。沉默了一天，8旬老人深夜发布手写信，字字句句都在写老王家的和善努力及李静蕾的处心积虑。结果呢，提油交火，每一句都在证实李静蕾的爆料。王爸爸说李静蕾故意斜度上位，如果不结婚就会曝光一切，摧毁王力宏的事业。如果不想怀孕，36岁的王力宏不知道做好避孕措施吗？全家人理直气壮地逼女方堕胎，长痛不如短痛，是不知道女性有生育自由吗？李姐随后的回应证实了大家的猜测。王爸爸又说，这段婚姻是7年的痛苦，近2年的地狱，全靠男方一家人努力维护照看孩子，厉害了！一边活在恐惧勒索和威胁之下，一边5年生3胎，公开秀恩爱。男方这是心死了，但那啥还没死吗？至于照看孩子，翻社交账号就能发现，是谁的生活里全是孩子，又是谁的生活孩子只出现在特供节日。李姐 double kill。王爸爸一边说家风是和善待人，儿子绝对没有出轨，一边强调离婚时女方竟然有物质层面的要求。咱就说小孩做错事都会不敢承认，儿子花天酒地就能如实告知父母了。只看证据，李静蕾一件衣服能穿4年，但她同样也有资格说我要我应得的钱。至于最后那句力宏不是败类，孩子们也不该被灌输这种印象。拜托，做错事的人才需要愧疚，别想用孩子对妈妈进行道德绑架。李姐，你觉得我会被你带到沟里去吗？李静蕾逐条反驳之余，还点出了王力宏的懦弱，年近50不敢承担责任，把爸爸推上风口浪尖，只敢在背后视同用1套房收买李静蕾。这套房的来历就更可笑了，家徒4壁，袜子破洞，一台旧面包车用10年的王力宏，去年突然冒出了不少通稿，夸他豪掷4亿买房送爱妻。离婚新闻之后，媒体一查，好家伙，这是用公司名义买的房，公司由王力宏本人100%控股，哪怕已经分割了财产，王力宏也只是同意把房子借给李静蕾和孩子住。这事儿一出，房子又成了红红谈判的砝码，说你脑袋不清才会瞎写那些东西诋毁力宏，我就把房子给你。直到争执落幕，节俭半生的力宏才松口道歉，承诺将房子送出。面对王爸爸的指控，李姐也不是软柿子，19号下午3点前让王力宏公开道歉，否则咱们法庭见。等啊等，还是没等来本人。不嫌事大的台媒已经在法院门口设好了机器蹲守，一些最该装死的人跳出来认领预言家。你说白兔妹妹优米是怎么想的？被扒出来的其他朋友全程指向王力宏，让他快点出面化解。李静蕾从来没有反击，优米这边倒好，先报警暗示李静蕾造谣，后又发了一篇茶香四溢的解释，内容太长，大概总结一下优米的说法。1. 从未介入2人的婚姻，19年早就没有男方的微信。2. 我只是在12年婚前和王力宏正式交往过，13年10月才知道李静蕾的存在。3. 早就体面分手，希望能成为最佳前任。4. 15年再发和王力宏的合照是为了气当时的男友。5. 聊天记录是翻找旧手机后导出的，所以回应迟了些，但细节是真没法品啊。优米将李静蕾和王力宏的争端定性为财产分割纠纷，责怪李静蕾偷换概念，利用自己博得舆论支持，又感叹自己没有读过书，但也不会因此装弱势博同情。一边却不忘拿爸爸的遗言出来说事儿，最后这段升华略有些过了，不仅是澄清第三者的指控，还要将这些年被拍到的种种绯闻都全盘否定，这不是找锤吗？你想要啥，李姐就给啥。第2条追击删了又发，不忘把炮友改成朋友，依旧是体面的。坦白讲，看到优米婚招频出，我并不快乐，没别的，就是当初那一句渣男语录太深刻了，你们2个女生之间撕一撕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好在王力宏终于出场了，这篇声明我看了2遍，第一遍忍不住修改语病和错别字，感叹他的语无伦次和避重就轻，不愧是写出12生肖的创作型歌手。第2遍才开始感叹王家人的封建与迂腐，携子上位，离婚要钱，处心积虑，还是和爸爸一模一样的老3套，不过层次明显丰富了一些。一来打他是日本人牌，结婚时喊人家静蕾，离婚就喊西村美智子。
不止结婚7年，临了还把人家的名字写错，明明应该是西村美智子。问题又来了，他是日本人，但他是美国人啊，情绪也不带这么煽动的吧？理解就是外星人，也不妨碍地球人帮他打渣男。二来，全方位把她贬低为一个疯女人，说她在和自己协商时情绪激动，拳打脚踢，说自己和她看了5位心理医生，始终没有好转，说她已经利用网络毁了自己，但不要再让孩子难堪。王力宏甚至撒了一些立马就被网友戳破的谎言，像是明明在用英文调情，非得翻译成你好陌生人，永远没见。而王力宏所谓的一时冲动结婚，是忘记了纽约的结婚冷静期吗？回看当初的官宣，王力宏早在3天前就发微博铺垫，10月27日当天的合照也明显经过了精心准备。是谁给的勇气让他全程胡说？李静蕾的回应给出了答案，不停指责妻子是疯女人，原来疯子竟是他自己。心理师给出了专业分析，王力宏被认为有自恋型人格障碍，长期以来李静蕾一直遭受他的 gaslighting。 和特别预告却放鸽子的王力宏不同，李静蕾之后又用毕生所学回击，发出了一篇值得嗑烟吸肺的内容，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娱乐圈吃瓜了。开头这一段对于 gaslighting 的解读大约胜过全部文献的传播力度，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这个心理知识，也会在无形之中帮到更多人。自恋型人格障碍也并不是单纯指这个人很自信，恰恰相反，患者会像寄生虫一样吸空对方的灵魂，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。在克利夫兰诊所的指南中，来访者如果满足以下5个特征，就会被诊断为 NPD。让我们结合王力宏的作为来巩固新知识吧。1、过度膨胀的自我感，他们以自我为中心，所有给出的爱最终都会回到自己身上。17年鲁豫对他的采访就暴露了这个问题，老婆刚在产房生完孩子，他在意的居然是自己比对方更累。2、缺乏对他人感受和需求的理解和考虑，冷漠，不能共情，也不能自省，是这类人常见的特征。听到静蕾生完2胎，感觉5脏6腑都不对了，他第一反应不是怜惜，而是妻子也没办法体会身为爸爸的角色。3、不断的想比别人更成功、更强大、更聪明、更受人爱戴和更有吸引力。这里又要 cue 到同一时期出道的周杰伦了，两人最初还有点交情，也随着买榜文闹掰了。在华语乐坛的巅峰时期，王力宏似乎不管做什么都差周杰伦一点。你写中国风红遍亚洲，那我也开始创作华流。你拍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大爆，那我导一部恋爱通告，一度是用同一个 MV 女主角穿同款皮草外套。后来周杰伦佛了，王力宏还在坚持他那伟大的使命，把华语音乐带到世界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以及教这个世界在和谐共存中歌唱。4、需要过度的赞美，自信对于他们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，他们需要持续的被崇拜。回看两人浓情蜜意时的纪录片，理解尚未觉醒，还在试图治愈生病的王力宏。当时的他眼里含情，柔声细语，夸奖力宏被上帝赋予了伟大的使命，愿意陪着他一起改变世界。屏幕外的我鸡皮疙瘩起了全身，旁边的王力宏神态自若，明显非常受用。5、愿意利用他人来实现目标，李静蕾的学历风波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在两人结婚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外界都认为李静蕾学历造假，完全套用了另一位李女士的身份，让对方受到骚扰，只为了维护完美人设。事实是，李静蕾确实读了2个硕士，一个耶西华大学，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院，专业是临床心理学。因为哥大本校并没有相关专业，读博士的人基本都在这个学院做过渡。王力宏也得意过，理解当初要读博士，被他劝了回来。要知道，当年 Shirley 里除了姓李，从照片专业到履历和理解没有任何相似之处。狗仔说了，是艺人经纪人放出的消息。So， 现在看来还能是哪位艺人呢？至于诊断 NPD 的标准，后面还有几条：傲慢或势利的行为和态度，权力感、优越感和只与地位高的人交往的愿望。大家自行从王力宏的几次回应中对比吧。而 gaslighting 往往会作为亲密关系暴力的一种手段出现，同咱们说的 PUA 有些许类似，会让原本健康自信的人变得患得患失，怀疑自己，而这些人的痛苦就是控制者的快乐。被摄魂怪摧残之后，理解还能有勇气、有魄力、有能力在决战时刻揭开一切罪恶，实属不易啊。如果把王家父子的指控放到10年前、20年前，结果大概会很不一样吧。毕竟那时候女性背负着更重的道德排放，需要为这些东西买单。成功上位的天王嫂往往都要满足乖巧、纯洁、忠诚、善解人意的特征，最好是生了小孩之后听从意见，乖乖堕胎，或是躲在国外当地下情人。
当了10年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全职太太，被离婚时应该大公无私的净身出户。时代真的变了，至于某些人，就永远钉在耻辱柱上，见证着下一个进步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这里是雨姐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